真正的心上人。马兰惊呼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叶晨认真道：“妈，韩阿姨之所以回华夏，是因为她的心上人，也就是她现在的未婚夫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人家那个未婚夫名叫贺远江，这个人我了解过，他是咱们金陵财大专门从美国请来的顶尖经济学家。他在美国的时候是混华尔街的顶尖的职业经理人，随便去哪个世界500强的公司，也肯定能混个大洲级别的 CEO 当一当。”马兰撇撇嘴：“什么职业经理人，还不是打工仔？”叶晨道：“你别小看职业经理人，你看苹果公司的 CEO， 年收入差不多在1亿美金左右，按照现在的汇率，这就是7亿多人民币啊。”马兰一听这个数，顿时惊得瞪大眼睛，打工1年还能赚7亿多，这在他看来简直无法想象。叶晨这时候继续说道：“贺教授可能比不上苹果 CEO 那么高的工资，但1年3-5千万美元总是没问题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一天赚10万美金，但人家高风亮节，不想去世界500强赚钱，所以才来了金陵财大教书。”说着，叶晨继续道：“韩阿姨为什么回金陵，你现在就能想明白了吧？人家不是来找吧旧情复燃的，人家是因为心上人来了金陵教书，才毅然决然来追寻爱情的。”马兰一下子就被叶晨忽悠住了。他虽然知道了韩美琴要结婚，但他怀疑的是，韩美琴刚回来的时候，萧长坤跟他有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瞒着自己。可是现在听叶晨这么一说，韩美琴回国回金陵，根本不是来找萧长坤的，而是来找他现在那个未婚夫的。疑惑间，他问叶晨：“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叶晨看着马兰，发出灵魂疑问：“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就以爸那样的条件，能吸引到一个身价10亿美金以上的富婆，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找他旧情复燃吗？”说罢，叶晨又道：“虽然他是初然的爸爸，虽然我是他的女婿，虽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大逆不道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，妈，你觉得爸他配吗？”叶晨这灵魂疑问一下子给马兰问住了。是啊，萧长坤配吗？说他配，那也太捧他萧长坤了吧。就他那个鸟样，退休工资5000以上的老太太，估计没一个瞧得上他。于是马兰下意识地啐道：“我呸，他配个屁！就萧长坤那个窝囊货，除了我能看上他，还有谁能看得上他？更别说人家一个身价10亿美金以上的富婆了。”这就对了，叶晨趁热打铁，说实话，就爸现在这个条件，人家韩阿姨哪怕多看他一眼，美国30年算白带了。人家在华尔街见多识广，什么样的优秀人才没见过，怎么可能瞧得上爸这样的老屌丝？人家去美国30年，30年后回来也不是回来扶贫的，你说对不对？说完，叶晨感叹：“要我说啊，能看上爸的也只有妈你了。”门外靠墙躲着的萧长坤听到这话，只觉得脸被抽得火辣辣的，心里要多憋屈有多憋屈。他自己知道，身价过亿的韩美琴就是奔着他才回来的，只可惜自己没那个魄力跟马兰离婚，跟他走到一起。原本以为这件事也不着急，跟马兰冷战一段时间，马兰说不定就主动跟自己离婚了，到时候自己自然就能顺理成章的和韩美琴在一起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原本以为是不变量的韩美琴，偏偏成了变量。人家不是处在那里恒定的永远等待萧长坤，人家遇到了更优秀、更专一、更适合他的男人，所以人家不再等了。可是他也知道，叶晨现在在马兰面前讽刺自己，偏偏正是叶晨救自己的办法，就算他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，自己也必须得接住。此刻的马兰一听叶晨这么说，好胜心一下就起来了，立刻义正言辞地说道：“别说韩美琴瞧不上他，我也瞧不上他啊。当年要不是他对我做出那么禽兽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委屈自己下嫁给他？我那都是被逼的。”萧长坤心里更痛，灵魂深处在抽泣：妈的，连马兰都成被逼的了，我成什么了？此时叶晨立刻赞同地说道：“妈，
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你也是敢爱敢恨，直来直去的爽快人。跟了爸这么窝囊的男人，这辈子真是亏，太亏了。马兰眼睛瞬间一红，好女婿，你算是说到妈的心坎里去了。我刚才还跟交警说，放古代我马兰也是1号女侠，怎么跟这种废物结婚了？说完，他立刻又道，我觉得我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那个黄蓉。至于他萧长坤，妈的他就是不会武功版的郭靖，人没个吊本事就算了，还他妈傻不拉几的，不就是个活脱的废物吗？叶晨点点头道，你说的对，所以妈啊，你说你这生的是哪门子的气？你怀疑爸跟韩阿姨有事儿，但爸明显不配呀。就算爸想，人家也不可能给他机会，你这不是没事给自己添堵吗？马兰下意识点点头，对萧长坤的怒火已经缓解了不少，可瞬间他又意识到不对，立刻说道，那为什么他瞒着我韩美琴回国的事情？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告诉我？叶晨感叹道，哎，爸都是为了保护你才不告诉你的。韩阿姨刚来的时候一直说要请你和爸一起吃顿饭，爸不想你跟韩阿姨见面受打击，所以才一直没告诉你。当时我就在现场啊。马兰皱眉问道，萧长坤为啥要把你带去见韩美琴？叶晨道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韩阿姨告诉爸她要回国了，爸本来是不想理会的，但当时我听说他的情况之后，觉得他儿子应该是个潜在的大客户，所以我就求爸帮忙给我介绍一下，所以爸就带着我去见了他和他儿子。说着，叶晨又解释道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韩阿姨回国的时候，他儿子也回来了，他儿子名叫保罗，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，他把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搬到了金陵，选址的时候正好也有找人给看看风水的想法，爸就把我介绍给他了，所以我就跟爸一起见了韩阿姨和他儿子。后来他儿子也确实成了我的客户，那一单我赚了上百万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韩阿姨后来还张罗着要2家人一起聚餐呢，说是他带着他儿子，让爸带着妈你，还有我和初然，但爸也没答应，他一来怕妈你受打击，二来也担心万一韩阿姨想在妈你的身上找优越感，妈你到时候招架不住。